各位朋友，阿弥陀佛。今天是8月16，我们要谈的是《基督徒》这本书导读第12。今天要 focus 的是保湿这一段哦。保湿这一段在传统上很有趣哈，大家讲的就是你看嘛哈，就是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所以要加强保湿。可是，在保湿这段，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就是年轻人用的比较水性去油哈，我们说一般的保养品。那到了20几、30岁就开始要保湿，到30几岁我们就说是非常的贵妇级，所以要用更保湿。然后到50几岁简直要用黄金级，所以要用晚霜、乳霜、这个霜那个霜这样哈。也就是说，随着你的年纪增加，似乎你的水越来越少哈。但是我想请问一下，你的胸口的水也越来越少吗？你胸口的油也越来越少吗？我们所谓的膻中穴哈，就是两乳中间那一块。我想请问你的膻中穴比较油，还是你的脸比较油？很奇怪的是，你的脸一般来说脸比膻中穴油，可是很奇怪的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反而你的膻中穴还能保湿，你的脸很早，大概在30几、40岁就干得不得了，对吧？所以保湿这件事非常是吧？它里头一定有点东西。然后我们在做肌肤监测的时候，发现说传统我们在谈保湿哈，一般医师在谈保湿是从湿润哈，就给水跟锁水谈起。可是这时候在锁水谈水的时候，我们在肌肤监测里头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擦了凡士林擦了矿物油，擦了一些比较滋润的油脂，万一它把毛孔塞住了，或者把汗孔塞住了，它自己出不来，你猜它会不会出现那种不太能乳化现象？因为你必须回过头去谈所谓的酸性保护膜，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在我们讲酸性保护膜其实是约定俗成的一种说法，其实大部分的皮脂腺会渗到整个里面来，渗到整个里面来。那个我们叫做那个 MMF 天然保湿因子。所以我们在讲所谓的那个皮脂、汗水跟角质蛋白的时候，其实皮脂跟汗水，特别是皮脂里面，其实含了天然保护因子的概念在里面哈。那这时候我要问的是，第一个，如果你擦了一些自粉刺性的东西，把水塞掉了把水塞住了，那这时候你只有那个天然保湿因子的皮脂跟角质蛋白，你能够形成乳液吗？你没有办法形成酸性保护膜哈。然后或者是我们用了一些比较油垢的东西比如说像比较重的霜晚霜什么霜，把汗水汗孔跟皮脂孔塞住部分的塞住，特别把这个塞住，你就没有办法去乳化这个过程，没有办法乳化的时候，这时候你自己出的油，你会发现很油，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很油。你没有觉得很有趣是，我们常常看到是又粉刺又暗沉又粗糙又脱屑，然后又干又油，粉刺又多，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是我的皮肤很油，所以理论上我的皮肤很油，我应该能锁水啊，没有我的皮肤不能锁水，真是太奇怪了，对吧？那我们在肌肤监测的时候发现说，如果你特别的去滋润它，其实你可能把你的本体的东西塞住。所以肌肤监测在面对保湿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强调其实是让汗孔能够通畅，毛孔能够通畅，然后它出来以后重新形成原来的酸性保护膜。当它重新形成酸性保护膜的时候，它的皮肤的保湿情况反而会逐渐的改善。那这个也是告诉各位说，我们如果各位去看我的 blog 了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在我的 blog 里面常常会有人投书说他用了橄榄油或他用了那个东西后，他反而觉得控油了。他用了橄榄油或者他去闷敷它之类，他反而控油了。事实上，这个题目很有趣。用橄榄油控油这个题目，我告诉各位大概怎么解释就当它能够出油出水的时候，它的水重新出来，重新乳化，所以它脸上就不觉得那么油了。所以回过头，我们重新谈保湿这个题目呢，就是说，我们的看法其实是，请你重建你的酸性保护膜。这时候你可以减少皮肤的，因为可以溶解它的粉刺嘛，对吧？重建酸性保护膜，所以溶解粉刺，所以它不会有粉刺的现象。角质也会稍微被溶解，所以我不会有暗沉堆积的现象，也不会有粗糙的现象，也不会有脱屑的现象，不会有。然后，而且因为你重建了你的酸性保护膜，所以你的油脂乳化了，然后你会觉得好奇怪，你的皮肤不再那么油，但是却能保湿。好，这是今天要谈的保湿的部分然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谈第13，谢谢各位。